当我第999次打断了金圈大小姐和好哥们的约会后，兄弟，大小姐实在忍无可忍了。当天晚上，她把她所有未婚单身的闺蜜都拉出来组了个局。看着面前这群风格各异的女孩，我咽了咽口水，选了个长得最好看、看起来最温柔的女人。我戳了戳兄弟沈鹤，小声地问：“沈鹤，那个是谁？”沈鹤扭头看过去，谢薇，最近刚回国，傅瑶的好闺蜜。我眼睛放光，视线一直落在她的手上。我就看上她了，她不仅长得好看，手也好看。沈鹤愣了下：“你看上她什么了？”这么多人里她最好看，而且看着就脾气温柔。沈鹤在人群里扫了一圈，指着苏唐：“那个也漂亮，而且看着温柔。”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我姐怎么在这儿？苏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原来瑶瑶昨晚说的人就是你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太温柔了，我喜欢稍微清冷点的。真是太尬了，谁曾想出来找女人，竟被自己姐姐撞见，而且我姐还是其中一员。说来说去，还是看上谢薇了。沈鹤往角落看了眼，然后告诉傅瑶，他看上谢薇了。他还挺会挑，什么原因？说是长得好看，看着脾气好。这长得好看是不假，但这脾气好，他是从哪儿看出来的？要不你再让他看看？我说了，但他就看上谢薇了。薇薇人挺好的，不过她跟温柔不沾边，我就怕她到时后悔。没事，人品没问题就行。和傅瑶聊完，沈鹤回头打算跟我说说，竟发现自己身边空了。人呢？好家伙，都已经坐到谢薇身边去了。沈鹤出了出傅瑶，示意他看。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你忘了，你第一次见我也这样。说乔泽呢，你提我干啥？苏唐也注意到了这一幕，这小子真是一点都不矜持。而此时的我已经破罐破摔了。反正苏唐是我姐，事后再跟她解释就好。还是这个美女比较重要。我坐到谢薇旁边，斟酌了半天，开口：“那个美女。”谢薇抬头看我，叫我。我叫乔泽，你叫什么？怎么会有人连声音都这么好听？谢薇知道我就是傅瑶折腾这场聚会的主要原因。谢薇。谢薇，你不光人好看，名字也这么好听。谢谢。感觉自己快溺死在他的桃花眼里，连忙掏出手机打开二维码，加个绿泡泡可以吗？谢薇扫了眼我手里的名片，打趣道：“乔先生是想搭讪我？”我咧嘴一笑：“是啊，所以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我可以给你个搭讪我的机会。”谢薇被我的话逗笑了。多谢了，乔先生。不过我并没有想搭讪你的意思。哦，那好吧。我悻悻地收回手机，我还陷在被拒绝的情绪里，随手从桌上倒了杯酒，端起来就喝。下一秒，难喝死了。但秉承着不浪费的美德，我硬是喝完了酒。脑袋晕。谢薇口袋的手机嗡嗡两声，她掏出一看，是傅瑶发的消息。你回去的时候，顺便把乔泽捎回去。谢薇侧眸看了眼身边人，我似乎喝醉了。乔先生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。No， 我要沈鹤。就是沈鹤让我送你回去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两人说话间，程冉和苏唐走了过来。薇薇，乔泽这是喝醉了。对，傅瑶让我送他回去。见我趁他说话，手又伸向了桌上的酒。还想喝？我没拿到酒，直勾勾看着他。谢薇松开手，语气像哄小孩。该回家了。行吧。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。要不我送他回去吧。程冉不明所以的瞪大眼睛。苏唐，你什么情况？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苏唐没工夫理他。收起你脑子里的肮脏思想。谢薇倒是没说什么。好。苏唐温声开口。乔泽，我送你回家。不要你，我就要他。苏唐脸色严肃。这小子怎么成这样了？明明小时候可高冷了，现在看到女人就挪不动脚了。乔泽，你是个男生，怎么能乱跟别的女人走呢？程冉挑眉。你不是女的吗？苏唐瞪他一眼。闭嘴。不要。沈鹤说了让我跟他走，我不要你。折腾了半天，谢薇抬手捏了捏眉心。我送他，要不你跟着一起？苏唐想了想，刚要答应，结果兜里的手机响起，他低头一看，是医院的电话，按了接听。喂，苏主任，你快回来，有个病人情况很危险。我知道了，马上回来。挂断电话，他在两人之间扫了眼，无可奈何的道：去地景园，刚好你顺路，那你送他吧，我医院有事就先走了，记得安全把人送回去。谢薇嗯了声，看着我。走吧。
我走的东倒西歪，脚下一个踉跄就朝前扑去。乔泽，你好好走路。你扶着我。不要。我被拒绝，不乐意的上前拉住他的手。你不扶我，那我就拉着你。谢薇心跳乱了一拍。松手。我不。松开，就扶你。我立马松开了手。谢薇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我脑袋靠着他。你好香啊。乔泽，你再乱动我就把你扔这儿。我立刻老实不动了。谢薇把我放进副驾驶。好冷啊。谢薇偏头看着我越来越红的脸，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。发烧了。给我系好安全带后，踩着油门就朝最近的医院开去。趁着等红绿灯的间隙，他给付瑶拨了个电话。喂，乔泽发烧了，我送他去医院。发烧了，麻烦你先照顾他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好。谢薇回了句好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付瑶看他着急的样子，忙出声安慰。没事，你先别担心。他俩立马下楼开车。你开慢点儿。不行，我怕谢薇拿他没辙。什么叫拿乔泽没辙？微微难不成还照顾不了他？乔泽有严重的针头恐惧症，几乎每次生病都是硬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此时医院病房里，时不时传出我的叫喊。给我打针的小护士端着东西站在一旁等我。乔泽，你病了，必须打针才能好。我酒都吓醒了。我不打针，我没事了，我要回家。谢薇看着我泛着不正常红润的脸颊，压下心中的那一丝不忍。你会烧成傻子。我宁愿变成傻子。谢薇也听着我口不择言的话，低声轻哄。别哭了，就扎一下，我会陪你的。我问，一定要打吗？他态度温和下来，我感觉到有些安心，也知道自己的状态确实不好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将脸埋进他怀里，随后伸出一只手，视死如归地说：打吧。别怕。他没说什么，反而伸手帮我捂住了眼睛。护士拿着针缓缓扎进去，没一会儿，护士心惊胆战地将针头拔了出来，战战兢兢道：对不起，没扎到血管上。谢薇本来温柔的眉眼瞬间冷了下来。好不容易我做好准备，结果没扎好，我心里莫名的烦躁起来。出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薇从兜里拿出手机，冷着脸打了通电话。立刻过来。很快，医生部里匆忙的赶来。谢小姐，有失远迎。谢薇没有理会他的寒暄。他发烧了，需要扎针。院长松了口气。好，我找人来给这位先生扎。谢薇红唇紧抿。要有经验。是，那肯定。刘主任，你来给这位先生扎针。他口中那位刘主任走了上来。你们都先出去。好，都出去吧，别打扰谢小姐。院长大手一挥，带着其他医生出了病房。别怕，放松。不得不说，换了个医生，倒是一下就扎上了。我还没来得及恐慌，就听他说：好了。谢薇看着一旁收拾东西的医生，道了声谢。谢谢。刘主任受宠若惊。不用，应该的。医生走后，病房就剩下我和谢薇两人，气氛有些微妙。恰在这时，沈赫气喘吁吁地赶来。乔泽，沈赫，我快要被扎死了！你看我的手都青了。怎么这么严重？瑶瑶呢？我让他去买点吃的拿来。谢薇目光在我身上停留几秒，道：你陪他吧，我出去一下。好。沈赫点头应下，看着我。谢薇挺厉害啊。我这回好多了，开玩笑道。你说哪方面的？你觉得呢？想当初在学校医务室，你也是大半夜发烧，你们宿舍4、5个人都没把你按住，如今谢薇一个人就能行，看来你俩还挺搭的。也就那样吧，不过不得不说，谢薇的确给人感觉不错，在她面前，我的针头恐惧症都减弱了不少。一想到自己刚才那个样子就觉得好丢人，但是她的腰抱起来真的好舒服啊，她还用那么好看的手摸我脑袋，还哄我。想着想着，忍不住心神荡漾。喂，回神了，别傻笑了。说，你俩还干啥了？也没干嘛呀，就打针啊。哦，沈赫，你脑子里在想什么黄色废物呢？行了，我可没想什么。赶紧躺好，你还发着烧呢。一会儿后，付瑶手里拎着东西进了病房，我往他身后看了看，沈赫看在眼里问：谢薇呢？他回去了。付瑶说完，打开食盒，香味瞬间扑鼻而来，馋得我忍不住咽口水，也顾不上什么谢薇了。瞧你这点出息，慢点儿，又没人跟你抢，你像个猪。沈赫看到袋子里的鸡蛋，拿在手里问：鸡蛋你吃不吃？还热着。那不是吃的，微微说鸡蛋可以用来敷你手背扎针的那片青紫，这样好得快。这样啊，没想到谢薇这么贴心。行，
那我给你拨一下，凉点就给你敷上。第二天，付瑶上班前送了早餐过来，我上班去了。沈鹤陪着我吃完，突然接到电话，喂，说临时有个演出，他犹豫地看了我一眼，能推了吗？我朋友生病了，需要人照顾。几分钟后他回道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在一旁拿着手机，听着他打电话，唇角止不住的上扬。看他挂了电话，你有工作的话就去忙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是吗？当然了。行，那我走了。一会儿护士还得来给你打吊针。OK，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放心吧。等他走了，我就可以办理出院了，再也不用打针了。出门口后，喂，他立马就给谢伟打了个电话，能不能麻烦你今天来医院盯着乔泽？我这会儿有工作，没办法看着他，怕他跑了。谢伟脑海中浮现我昨天晚上抱着他的样子，鬼使神差的答应了一下。好。挂断电话，谢伟开着车朝医院去。彼时，病房里的我正在收拾东西，打算去办出院。谢伟刚走到病房门口，只见我背对着他在换衣服。穿这么少，不感冒才怪。干嘛去？突如其来的声音吓我一跳，回头就看见谢维站在病房门口。看见他的瞬间，我内心雀跃。他真的好好看。垂眸看着他的腰，想起昨晚的触感，手有点痒。你怎么来了？谢维抬脚进来，在床边的沙发坐下。沈先生托我来的。我变了脸色。沈鹤让你来做什么？沈鹤让我来盯着你打针。那个，不用麻烦你了，真的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，我保证乖乖打针。是吗？那你刚才打算去哪儿？我不去哪儿啊，就躺久了，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对，活动活动。那正好，活动完了就叫医生过来给你打针吧。等等，那个我已经好了，真的，你看我活蹦乱跳的。沈先生交代了，必须盯着你打完。我看着他说，你看，沈鹤又不在，你不说他就不会知道。不行。看他软硬不吃，我松开手。如果不是你去问医生，我今天本来不用打针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眼珠子一转，你给我加个绿泡泡，我就听你的。他不让我加，我还非要加。好。我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，狐疑的看了他一眼。加好后谢为扬尘。现在可以叫医生了吗？我收起手机抿了抿唇，叫吧。谢薇按了呼叫铃，看坐在床边的人，他两只手紧握着，他扫了一眼，只见两只手背上有一大片的青紫，他皱眉，怎么成这样了？没事，我只要受点伤就会这样。谢薇看着我，半晌没有说话。没几分钟后，刘主任进了病房，手伸出来吧。我把手伸出去后，刘主任看着我手上的青紫愣了下。医生，他这要紧吗？没事，这是血小板的问题，平时多运动，多补充点维生素。我给你扎在手腕上吧，你这手现在血管不好找。我愣了瞬，哦，好。答应间，手腕被医生拉在手里，忍不住的往回缩。刘主任看我这么紧张，抬眸看向一旁的谢薇，你还像昨天一样抱着你男朋友吧。谢薇眼眸轻闪，她伸手揽过我的头，让我靠在她身上，然后另一只手捂住我的眼睛。瞬间陷入一片黑暗的我，眼睛眨个不停，睫毛在掌心扇动，像一根羽毛一样挠着她的心。好了，直到医生说好了，这一瞬间我才明白，是因为身边的这个人，是他的存在，才让我对扎针的恐惧少了些。扎好针后，谢薇也松开手，突然看着亮光，我不适地眨眨眼睛，抬眼消望着他。谢谢你。不用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我打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越看他越觉得好看，从眉眼到身形，完全符合我对另一半所有的幻想，好想撩他。哎，刚才刘主任说你男朋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反驳啊？谢薇不作声地移开视线回答，不重要的人没必要解释。哦，不重要的人没必要解释，那谁才是重要的人？谢薇转移了话题，你不饿吗？有点儿。那你等我一会儿。说完他转身出了病房。我猜想他应该是去买饭了吧，还挺贴心。一会儿后，谢薇重新出现，他手里提着保温桶和几个饭盒。你怎么这么快？谢薇将床边的桌子支起来，把饭菜一一打开放在桌上，然后拿出筷子给我。是吧？我爽快地拿着筷子开始夹菜，右手笨拙地夹了半天，一口也没夹到，不由得有些沮丧。谢薇，我夹不起来。所以呢？我伸手把筷子举到他面前。所以你能喂我吗？谢薇突然发现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试探她的底线，不过倒是挺有趣的。我满足地张嘴，享受着美女的服务。好吃，我还要那个，对，那个肉，还有那个绿色的。谢薇，这是哪里买的？真不错。
谢薇端起汤递到我唇边，家里阿姨做的。你家阿姨做饭真好吃，我下次可以去蹭饭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住哪儿啊？我一连串的问题不停地问。还不吃？谢薇皱了下眉，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么多话，吃东西还把嘴巴堵不住。我点头不再说话了，开始专心的吃饭。谢薇喂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吃过饭后，门口进来一个女人，她先是把手里拎着的笔记本电脑和几个文件放在桌上，然后把桌上的餐具收走了。我有点好奇地问，她是谁啊？我的助理陈烨。她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开始处理工作。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，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说，但看着看着就觉得没意思，索性把手机放下，目光落在正对面的谢薇身上。女人白嫩的手指翻动着文件，她神色平静，气质出众。我就那样注视着她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谢薇看完一份文件，抬起头就看见我闭着眼睛睡着了，抬眸看了眼吊瓶，发现已经没药了。她立马站了起来，按了床头的呼叫铃。他睡着了，麻烦小声点。护士点了点头，放轻了动作，换上药后赶紧出去了。谢薇看着重新开始流动的药，目光落在我脸上。我闭着眼睛，唇角微微弯起，让人难免有些想欺负的欲望。我睡得似乎有些不舒服了，忽然动了动。谢薇害怕我不小心碰到针，伸手拉住了我的手。等我调整好姿势后，把我的手放好，拉了拉被子，然后重新走到一旁坐下。我是被尿给憋醒的，睁开眼发现病房里没人，以为谢薇回去了，并没有多想。还没穿上鞋，谢薇就出现在门口。要做什么？上卫生间。谢薇愣了一瞬，我叫人来帮你。我正想说我自己可以，但已经看不见她的身影了。很快病房进来一个护工。先生，走吧。谢谢啊。我讪讪一笑，跟着他进了卫生间。解决完生理需求，我瞬间舒服多了，重新回到床上。不久，谢薇就推门进来。谢薇，你没事干吗？沈鹤说他是傅瑶的朋友，那想必身份也不恰，怎么会有时间陪我在这里耗着？真是奇了怪了。谢薇没说话，她也觉得自己魔怔了。按理来说，谢氏一部分的产业要回国发展，我此时正是忙得飞起的时候，但却愿意在这里陪这个男人待着，我可能真的疯了。还好。我发现他不想多说，也没再追问。下午审核过来后，谢薇就先离开了。审核好奇地问：“快说说，你俩单独相处了这么久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进展？”我拿着审核给我削的苹果啃着。就那样吧。什么叫就那样？你别给我打马虎眼。你不是看上他了吗？昨晚也不知道是谁，那么多好看的女人不选，就觉得谢薇不错。现在好不容易给你创造点单独相处的机会，结果你就这反应。我只是觉得她好看啊。再说了，你知道我的，我是有贼心没贼胆。虽然我对谢薇是挺感兴趣的，但是我可没有你那么勇敢，敢直来直去的。正所谓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乔泽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能把谢薇拿下的，我看好你。我知道他是希望我早点找到幸福。我几口把苹果啃完，点点头。我知道了，而且我今天加到他微信了，你放心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不信你看。沈河低头看了看，发现是真的，心里忍不住为我开心。我在医院打了3天针，谢薇也在医院陪了我3天。出院后，我回了傅瑶的别墅休养了2天，然后又继续麻溜的去公司上班了。从那天开始到再次见到谢薇，过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。午休后，我吃过饭刚回到工位上，屁股还没坐热，贺朝就推开办公室的门出来。乔泽，副总让你泡一杯咖啡，一杯茶送进去。傅瑶什么时候还喜欢喝茶了？我走到专门放茶叶的柜子里，随便拿点茶叶，然后找个壶，把茶叶丢了进去，倒上开水就端着走了。至于另一杯咖啡，我嫌磨咖啡豆太累，还是丢了一包速溶咖啡。反正傅瑶都喝习惯了。没错，自从速溶咖啡开了个头后，有时候累了，我就给他泡个速溶咖啡，管他喝不喝，反正我泡了。我端着托盘站在办公室门口。进来。有事没事弄这么重的门干嘛？傅瑶，我要是被这托盘烫伤了，回去就找沈鹤告状。有功夫在这贫嘴，我看你是烫不到的。傅瑶声音是从里面传来的，那这是谁给我开的门？我这才认真看了看眼前的人，是谢薇。她眼神温柔，伸手从我手里接走托盘。谢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谈工作。那谈完了吗？谢薇伸手给自己倒了杯茶，端着杯子轻轻抿了一下，随后拧眉。早知道是谢薇喝，我就该好好给她泡了。我还以为是傅瑶，就随便丢了一把茶叶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给他喝这样随便泡的茶，好像有点不符合他的格调。那个茶是不是不合口味？要不我重新给你泡一壶吧？不用了。另一边看好戏的傅瑶端着咖啡喝了一口。乔泽，你又拿速溶咖啡敷衍我。速溶咖啡怎么了？沈赫就很喜欢喝呀，你就喝不了吗？傅大小姐，别这么挑嘛。现在只希望谢薇给力一点，快点被阿泽拿下，早日还我清净。谢薇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上次医院的事真的谢谢你，请你吃饭也是应该的。晚上我可能没事儿，薇薇，晚上那个合作伙伴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阿泽想感谢你，你得给人家一个机会啊。吃饭最容易交流感情了，这个饭你必须得去吃。谢薇眼中闪过一丝错愕，转头对上我期待的目光，不由得摇头失笑。好，太好了，那我先出去了，不打扰你们谈工作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我出去后，谢薇自带放松地靠在沙发上。瑶瑶，你什么意思？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不安好心。没什么，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。乔泽对你感兴趣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我给你撮合撮合怎么了？一个是我的朋友，一个是沈赫的朋友，知根知底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般配。你别乱点鸳鸯谱啊！确定是我乱点的，你要是自己不愿意，我再怎么点也没用。别人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这世上就没人能勉强得了你谢薇做任何事。你既然没拒绝他，还答应吃饭，就说明你并不抗拒阿泽的靠近。那这不就证明阿泽对你来说不一般吗？下班时间到了后，根本不用我提醒，傅瑶已经把谢薇赶出了办公室。有人等着呢。我看到谢薇，嘴角忍不住弯了弯。可以走了吗？可以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对了，我今天没开车，你开了吗？地下停车场里，我跟在谢薇身后注视着她的背影，目光落在她的腰上，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怎么办啊？这比我看过的小说女主还像女主，温婉有礼，处事不惊，身材更是绝了。可惜不是我的。哎，叹气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啊。到了吗？总不能告诉他我是因为遗憾他不是我的，所以叹气吧？到了。这是你的车？他好帅啊！这是私人定制的，对不对？跟市面上的完全不一样。是你喜欢的类型。喜欢。谢薇弯了弯红唇，伸手打开车门，上去试试。他亲自给我开车门，这也太温柔了吧！不得不说，这车坐着真舒服啊。你这车多少钱啊？2个亿。哦，这价格倒是跟我预想的差不多。不过他也太有钱了吧！要知道我外公是做珠宝生意的，几乎垄断了香港市场，他的座驾也就是几千万的。谢薇，你怎么这么有钱啊？也还好吧。你想去哪里吃饭？去西景阁吧，我上次跟傅瑶还有沈赫一起去过，那里的菜不错，服务也好。好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怎么这么有钱？大概是因为我比较会投胎吧。你可真会说笑。谢薇注意到我额头上似乎出了些汗，伸手把空调温度又调低了些。怎么这么怕热？明明天气还很凉快。嘿嘿，我从小就比别人怕热，体质问题，一到夏天更是跟从水里捞出来似的，特别容易出汗。那为什么那天晚上穿那么多？哦，那个啊，傅瑶说那天组的局是为了让我相看，我寻思着穿正式一点，这不是显得我重视吗？所以遇到中意的了吗？你这问的什么问题？谢薇，你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？我中意的是你啊。看上我什么了？你长得好看，而且很温柔，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温柔这2个字跟我沾边吗？这不是我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自己难道还会不知道吗？温柔相处久了，阿泽如果发现我不是他喜欢的这副模样，想必会失望吧。什么？我没太理解你说的话。没什么。谢薇也隐去情绪，看向了窗外。你用的什么香烛啊？好好闻啊！我上车的第一时间就闻到了，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。
淡淡的，很清冽，又有点暖，这个味让我感觉很安心。你怎么确定是香烛的？因为这个味道跟寺庙里的香火味有点像，但又没那么浓，更清雅，所以我猜你应该是喜欢燃香烛。再加上我发现你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所以我猜应该是檀香或者沉香之类的吧。是雪松香。雪松，真不错。我在你车里待了这么久，估计已经染上你的味道了。说完，我伸着胳膊在自己的衣服上嗅了下，谢薇却在想我刚刚说的那句话，染上我的味道。她余光看着我，眼神冷静，似乎还带着几分看不懂说不明的意味。我等了半天也没听见她说话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马上到了。两人到了西景阁，我缓缓道：我跟你说，这西景阁的位置可太难定了，我可是好不容易。话没说完，就看里面的经理迎了上来，笑眯眯地对着谢薇喊：老板，您来了。我不可思议地看向他。你是这里的老板？我靠，怎么这么丢人啊？那个，我真不知道这里是你开的。没事，你不是说这里的味道还不错？是很好吃。那这次不算，下次我亲手做一顿饭感谢你吧。这个总不是你的产业了吧？你还会做饭？怎么样，是不是没想到啊？我不仅会做饭，而且手艺还不赖哦。等你吃了就知道了。谢薇也顺着我的话说。确实没想到。两人进了西景阁包间里，菜上齐后，我看向谢薇。谢薇，我想喝点黄酒。我上次跟沈赫他们一起喝过后，一直念念不忘。你要不要一起来点？太晚了，喝酒容易误事，我给你带几瓶回去喝吧。不然就凭你那半杯就倒的酒量，谁知道你喝醉了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？干嘛要带回去喝？回去喝还有什么意思？眼下美酒佳肴，还有美女的陪伴，这氛围正适合喝酒。你酒量不好，还是别喝了。你怎么知道我酒量不好？你偷偷观察我了？没有。谢薇伸手给我倒了杯茶，自己也慢悠悠地喝起来。好吧，那我只喝一点点，真的就一点点。谢薇看着我一脸诚恳的样子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好，但是只能喝一点点。见他答应，我冲着他笑了笑，随后让服务员送了一坛子酒来。酒上来后，我先是给自己倒了一杯，轻轻地尝了一口，酒香在唇齿间蔓延，我忍不住眯了眯眼。就是这个味儿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真的很好喝。不了，我让司机先回去了，一会儿我得开车。好吧。我点点头，一饮而尽。少喝点儿，这个酒后劲大。谢薇的话音刚落，放在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我接个电话，你不许全都喝了。我看着他起身出去，薄唇微微上扬，垂眸看着手里的酒。就再喝一点儿。谢薇接完电话回来，就看刚刚还清醒的人，此刻抱着酒瓶闭着眼睛。他叹了口气，走过去推了推我。乔泽，醒醒。听到声音，我睁开眼睛。你回来了，回家吧。谢薇犹豫一瞬，朝我伸出手。我慢悠悠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后将人抱进怀中，不停用脸蹭他的发顶，像只讨人喜欢的大金毛一样。这一瞬间，谢薇感受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自己的心里破土而出。女人努力平稳自己的脚步，生怕摔到这个醉得不知天地为何物的男人。两人朝着停车场走去。有风，别冻着，我暖和。你抱着我。迷迷糊糊间，我感觉自己好热，女人却有些凉凉的，便下意识想把她抱在怀里。女人独有的香味直直地往我鼻尖钻。乔泽，你清醒一点。脚下加快了动作，将人放在副驾驶。许是感觉到了热意，我的手落在她冰凉的皮肤上。谢薇抬眸望着近在咫尺的人，我手紧紧地箍着她的后脖颈。谢薇努力想把我的手拿下来，结果我一个用力，两人的距离拉近，我热热的脸颊贴上她冰凉的脸。好舒服啊。松手。不过，乔泽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？他肆无忌惮地盯着我，手上用力将我拉开了，给我系上安全带后，绕到主驾驶驱车离开。
暖阳穿透纱帘罩在床上，半晌后，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微微喘着气。我竟然做出那种梦了？难道真的是我太饥渴了吗？而且对象还是谢薇，这也太羞耻了。还不等我缓过神来，伴随着敲门声响起是沈赫的声音。你终于醒了，昨天醉成那样，快喝点蜂蜜水缓缓。哎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，还出了这么多汗？沈赫狐疑地看着我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我略微有一丝不自然地躲开。就是刚醒，有点热。乔泽，你该不会是做什么少儿不宜的春梦了吧？啊！胡说八道，我才没有。没事儿，不用不好意思，男人嘛，理解。也许是你天天看着谢薇那张漂亮脸蛋儿，但是看得见吃不到，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你闭嘴，不许再说了。唉，好了好了，我不笑你了，真的，快出来，别闷坏了。我看。好了，不闹了，说正经的，你还记得你昨晚是怎么回来的吗？谢薇送我回来的。然后呢？就这么简单，没发生点别的？你是不知道，昨晚你跟傅瑶都喝醉了，我伺候完那个还得伺候这个。知道你昨晚干嘛了吗？我还干嘛了？我应该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啊。也不知道是谁，昨晚抱着人家谢薇的腰，死活不撒手，哭爹喊娘的，非要跟人回家一起睡。妈呀，这也太丢人了！这让我以后还怎么有脸去见谢薇啊？行了行了，没事的，真没事的。反正你俩说不定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在自己人面前丢点脸不叫事儿，这叫增进感情的特殊方式。而且我昨晚可是全程看着的，谢薇喜欢上了你那是迟早的事儿，毕竟没人能拒绝一个像大金毛一样的弟弟。你真这么觉得吗？那当然，你继续努力，迟早把他拿下。我想了想那个画面，唇角的笑怎么也压不下去。沈赫看我一脸痴汉的样子道：行了，别做白日梦了，你再睡会儿回笼觉吧，我下午还有个工作，先走了。沈赫离开后，我摸出手机打开微信聊天界面，找到谢薇，想了想打下了几个字：昨天谢谢你送我回来，然后又找了个大狗狗的表情发了过去。收到我消息的时候，谢薇正在跟合作商谈合作，看着亮起的手机屏幕，他扫了一眼就收回了视线。谢总真是年轻有为，不仅能力强，人也这么漂亮。不知道谢总这么优秀，成家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哎呀，谢总这么优秀，终身大事可不能耽误。既然如此，白叔叔我就帮你多留意留意，看看有没有配得上我们谢总的青年才俊。多谢白总好意。既然如此，合作的主要意向我们已经达成，今天就不多打扰各位了。我这边还有点事，先走一步。哎呀，谢总真是大忙人，理解理解。谢薇上车后，陈烨看着后视镜里的人。谢总，接下来是回公司吗？谢薇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想起昨晚的事情，他手指轻点回复：不用客气。我给他发了消息后，半天没有收到回复，就把手机丢下睡着了。听到楼下一直有声音传来，我穿上鞋子下楼，还没下去，就看见楼下的客厅里有人一件一件的往家里搬东西。沈赫，这干嘛呢？是傅瑶弄的。傅瑶这是把整个商场，不是把好几个专柜直接搬回家了吧？不过傅瑶这突然发什么疯买这么多东西是要干嘛？他不可能无缘无故这么疯狂采购吧？难不成是钱多了烧得慌？明天他要跟我回我爸妈家吃饭，所以他买这么多东西是打算明天一股脑全送给叔叔阿姨当见面礼？这两人正说话呢，傅瑶从门口冒了出来。怎么都在这站着，不累吗？瑶瑶，你买这么多东西打算干嘛？也不是很多吧，这我还嫌不够呢。傅大小姐，这也叫不是很多？这都快把奸了！你是把商场仓库搬空了吗？傅瑶没理我，拉着沈赫的手。哥哥，你说我准备的这些够吗？会不会太寒酸了？你爸妈会不会觉得我不够重视？傻瓜，太多了，真的。挑上几件最能代表你心意的就可以了。你买这么多，明天拿到家里放都没地方放，反而会让爸妈觉得不自在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看着两人凑一起说话，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转身上楼了。阿泽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回家。
这傅瑶第一次去你家，我去的话会不会不太合适？我妈特意打电话让我明天务必把你带回家吃饭，你不去谁去？想让我妈亲自来请？我听到回家2个字，心里一暖。傅瑶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去了，肯定在叔叔阿姨面前帮你把好话说尽，保证让叔叔阿姨对你100个满意。说完，我转身上楼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他识相。我洗漱完躺在床上，看着微信里谢薇的消息呢喃。这么久了，就回了这，唉，烦死了。翌日，傅瑶开车接到沈赫后出发去沈家。沈赫看了眼他今天的穿着，高定礼裙，头发更是打理的极为顺滑。不笑的时候，浑身透着几分清冷。我调侃道：“傅瑶，你是不是在紧张啊？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像是去国际谈判的一样？”是有点紧张。没关系的，真的，我爸妈人特别好，特别随和，他们不会吃人的，我保证。傅瑶点了点头，算作回应。瑶瑶，说起来，我好像还没听你仔细聊过你的父母。他们是……我爸和我妈，他们是考古学家，有时候去的地方比较偏僻，信号很差，时常联系不上他们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他们见到你，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我已经给他们发了消息，等他们一到有信号的地方，看到就会联系我的。考古学家？真没想到。那我有点好奇，你爸爸没有继承家里的公司，反而去学了考古，爷爷当时没意见吗？你是不是在想为什么我爸没按安排的路走？他大学开始学的确实是金融，爷爷就他一个儿子，早就盼着他毕业接班了。然后他在大学里认识了我妈妈，我妈是学考古的，他们相爱后，我爸整天跟着他跑博物馆看古迹，耳濡目染，居然对考古产生了巨大的兴趣。他觉得那些沉睡的历史比财务报表上的数字生动多了，所以他偷偷瞒着爷爷转了专业。爷爷知道后特别生气，可是我爸性子犟，不听他的。然后呢？因为他觉得没有我爸接班，傅家这么大的产业就没人继承了。就这样僵持着的时候，我妈直接去找了老爷子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给你生一个继承人不就得了？傅瑶说话间，眼里只剩下浅浅的笑意。你妈妈能有这样的态度，说明你爸真的很爱她。我爸确实对我妈很好，虽然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多，但是只要我妈在的地方，我爸的眼里就再容不下其他任何人了。连我爷爷后来都常调侃，说我爸肯定是个恋爱脑，没救了。然后呢？你爷爷就因为阿姨那句话就答应了？差不多吧。我妈妈跟爸爸结婚后不到1年，我就出生了。我爷爷呢，虽然不是那种老古董，但有了我这个继承人，他也就彻底安心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再没管过我爸专业的事儿了。两人说话间到了沈家，傅瑶停好车，早在门口守着的钱管家匆匆赶了过来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钱叔，这是傅瑶。瑶瑶，这是钱叔，我们家的管家，也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。钱叔您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是傅瑶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少爷，傅小姐，太太知道你们今天回来，一早就开始在厨房张罗了，这会儿正等着呢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妈做菜手艺可是一绝，尤其有几道拿手菜，外面绝对吃不到。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。好。少爷和傅小姐站在一起真是般配。沈赫领着傅瑶进了门，他一眼就看到了鞋柜上新放的拖鞋。穿这双，新的，我妈特意给你买的。好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傅瑶看着沈母，面色柔和问道：阿姨好，我是傅瑶。沈母视线落在她的身上。好，你来就来，拿这么多东西干嘛？快放下，重不重啊？不重的，阿姨，也不知道您和叔叔喜欢什么，就随便买了点儿。你还傻站着干嘛？带瑶瑶去客厅喝茶，水果点心都准备好了。瑶瑶啊，你先跟小贺去客厅坐会儿，喝茶，吃点水果。他爸爸和姐姐马上就回来了，路上有点堵车，很快的。沈母对上傅瑶，立马换了副神色，不错，越看越满意。我知道了，妈。阿姨，厨房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用，傻孩子，哪有第一次上门就让客人进厨房的道理？你呀，就安心坐着，等着尝尝阿姨的手艺就行。沈赫拉着傅瑶在沙发上坐下，吃个橘子，压压惊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我妈不会吃人吧，是不是特温柔？阿姨很温柔。不过我姐可能会有点小情绪，一会儿她回来了，你随机应变哈。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能理解。如果我有个弟弟，他要是带女朋友回来，我可能也会不太靠心的。傅瑶勾着唇角，看向沈赫的眼神越发温柔，忽然感觉背后有道凉凉的视线，回头一看，是一双沾满泥的手和一脸幽怨的我。你俩打情骂俏够了没？
考虑一下单身人士的感受行不行？乔泽说的对，光聊天不像话。来，瑶瑶，我们把这个摘了。好的，乔泽，我们这就摘。你也死了！哼，我可不乐意跟你俩凑一起，齁得慌。阿姨，您吩咐的蒜我都剥好了，白白净净的，一颗坏的都没有。还有什么要弄的吗？没有了，阿泽，你快去把手洗干净，跟阿赫他们一起看电视玩会儿去。厨房油烟大。我可不想当电灯泡，还是给阿姨帮忙比较好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就在这儿陪我。得令。我站在厨房里，一边帮沈母剥蒜，一边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沈赫和傅瑶在那腻歪的不行，我都能想象到沈赫那家伙脸上欠揍的笑容。傅瑶虽然嘴上说着随机应变，可那温柔的模样，一看就是对沈赫上了心。我忍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思绪忍不住飘到了谢薇身上。从那次在医院他照顾我打针，到后来一起吃饭，再到我醉酒后他送我回家，每一个画面都在我脑海里不断浮现。我知道自己对他的心意越来越深，可我却又害怕自己不够好，配不上他。阿泽，发什么呆呢？蒜瓣都要被你捏碎了。没什么，阿姨，我就是在想，您和叔叔平时一定很恩爱吧？感觉家里充满了温暖。是啊，你叔叔那人虽然有时候有点固执，但对这个家那是没罢说。你和赫儿要是以后也能这样就好了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想着谢薇，如果我能他有一个家，那一定也会很温馨吧。晚宴的时候，傅瑶的父母也到了。晚上好，傅先生、傅太太，欢迎欢迎，快请进。准是瑶瑶爸妈到了，走，阿泽，咱们也快出去迎迎。他们一进门，我就感受到了那种书香门第的涵养。傅瑶兴奋地跑过去挽住他妈妈的胳膊。爸爸妈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沈赫。他旁边这位是阿赫的好朋友乔泽。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我叫乔泽，是阿赫的朋友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你好，乔泽。听瑶瑶提起过你，说你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，和赫儿很要好。叔叔您过奖了，我还有好多不足的地方，得多跟阿赫和瑶瑶学呢。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，饭桌上气氛很是融洽。我偷偷看了一眼在外面和沈赫说笑的傅瑶，又想起了谢薇。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，有没有哪怕一点点想起过我。晚宴结束后，我借口有事先回了家。其实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整理一下自己对谢薇的感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在忙着公司的事情，但心里始终惦记着谢薇。我给她发微信，她总是回复的很简短。我知道她可能是在忙工作，我决定等忙完这阵，一定要约她出来好好和她聊聊。终于，公司的事情告一段落，我鼓起勇气给谢薇发了一条微信：谢薇，你这几天有空吗？我想约你出来吃个饭，有些话想和你说。没过多久，谢薇就回复了我：好啊，乔泽，我也正想找你呢。我兴奋的差点跳起来，立刻回复他：那太好了，你定时间地点，什么都行。就明天晚上吧，我在市中心那家人的西餐厅等你。好，明天晚上我一定准时到。第二天晚上，我精心收拾了一番，早早的就来到了西餐厅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不一会儿，谢薇来了。薇，你来了，你今天真漂亮。乔泽，你也很精神。我们坐下后，服务员过来点了餐。我看着谢薇，深吸一口气说：薇薇，从那次在医院你照顾我打针开始，我就对你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后来我们一起吃饭，你送我回家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我知道我可能不是你心里那个最完美最匹配的人选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喜欢你的温柔，喜欢你不动声色的善良，喜欢你工作时的认真。我喜欢你的一切，好的不好的，我看到的和还没看到的。所以谢薇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想给你一个像我沈阿姨家那样，不是比那更温暖只属于我们的家。我想尽我所能，让你以后的每一天都比遇见我之前更开心一点。乔泽，谢谢你对我说这些。其实这段时间我也经常想起你。我知道你是个善良、真诚也很有趣的男孩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确实感到很放松、很开心。但是乔泽，我也一直在犹豫，我怕我们之间差距太大，生活环境、思维方式、未来的规划，很多地方可能并不合适。我更怕你现在只是一时冲动，以后当你更了解我，或者遇到现实的问题时，你会后悔。薇薇，我不会后悔的。我知道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，但我会努力去适应，去包容你。我相信
只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。谢薇看着我，眼神里渐渐充满了温柔和坚定。她握住了我的手。乔泽，我也喜欢你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。微微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和谢薇正式在一起了。我们一起去逛街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做饭，每一天都充满了甜蜜和幸福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就到了傅瑶和沈赫结婚的日子。我的心里既为他们高兴，又有些感慨。沈赫和傅瑶在众人的祝福下交换了戒指，许下了誓言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未来。婚礼进行到一半，我悄悄地走到一旁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朝着谢薇走去。他看到我走过来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单膝跪地，打开小盒子，里面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。微微，从我们相识的那一刻起，或许是我睁开眼，在医院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就走进了我的心里。你是我见过最美丽、最温柔、最善良的女孩。你的好，我说不完。今天，在我最好的哥们沈赫和瑶瑶的婚礼上，我想，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机和地方了。微微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谢薇的眼中闪烁着泪花，她看着我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我激动地站起来，把钻戒戴在谢薇的手上，然后紧紧地抱住她。周围的人都为我们鼓掌，欢呼声和祝福声此起彼伏。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我知道未来还有很多挑战等着我们，但只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就一定能携手走过每一个难关，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。